这期是过来解决一个常见的断网案例，看看本期的网络故障又会给我带来哪样的难题吧。今天不上班吗？今天没有上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就是他那个外网它连不上，外网连不上。他那个接收器，我让接收器也是刚换没多久。我这边看一下。那你那个公猫在哪里？先打开一台我看一下咯，我看那什么。这个都是内网的。都是内网，这些都是内网是吧？就2台外网那里。是哪台不能上？我看一下。这台是。那边都是内网，然后只有这2台是外网。这台坏了，那台是外网跟内网。这台外网，然后那就是说这台上不了。一般电脑断网基本上是路由器出了问题。起初我打算去光猫那边看看源头网络是否正常的。带我去看一下吧。正当我打算去光猫那边看看什么情况的时候，电脑跳出来这个界面就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怎么跳出这个来？这个界面就意味着这电脑第一次连接这个设备，于是我就查了下这电脑的 IP 地址是多少。我们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这个界面，然后点击以太网，再点击详细信息，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路由器的后台地址了。我浏览器输入这段地址后，结果跳出来了这个界面 TP-Link。这路由器让我重新设置密码，那就意味着它已经被人为还原出厂了。那么这个路由器会不会是主路由器呢？看来断网原因，我要找到这个设备才能知道是什么情况了。我先看一下线路先。这里还有个交换机。于是我先打算搞清楚这里的线路先，因为他们这里有2个交换机的缘故，所以我得确定这电脑是哪个交换机负责的。好消息是，这个大交换机上面一个灯都没有亮，那么它就被排除了，然后就到这个交换机了。但是这下面的线太乱的缘故，当时我以为这白色线是连接电脑的，但是我拔了，电脑还是显示有网线连接的。这个时候我索性就把整个交换机电源给拔了，因为我怕这个电脑还不是连接这个交换机上的。好在我拔电了，电脑就显示网线断开了。这电脑确实插在交换机上的。由于他们断网是这个 TP 牌子路由器引起的，所以我得找到这个 TP 牌子的路由器才行。当时我就问了下小哥，你这边有个 TP 的路由器不？那边有个路由器在哪？当时我以为运气挺好的，以为找到了那路由器，但是这个路由器它只接了1个弯口，很明显它不是我要找的路由器。整个里面只有这个路由器。这外网就指这个。那我就先查一下这个，我用我电脑查一下吧。为了知道这路由器是什么型号，我只能填写密码把这路由器给激活，然后进入后台看看了。我把路由器激活后，我在后台里面愣是没有找到它的型号，但是它显示300兆的路由器格外的显眼，因为现在随便一个路由器都是1000兆起步的，很少有300兆的路由器存在了。它是一个比较老的路由器了，所以想找到它应该不难。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小哥就和我说外面有个发射器，它是不是我要找的路由器？你说我那个算是路由器吗？在哪？那你们之前是怎么上网的？之前正常，然后突然就有一些，就是断断续续嘛，然后找那个师傅过来看那个接收器。然后我就让小哥带我去外面看了下。这个接收器上。你这个是网桥，这网桥是打到那边的。我看到这网桥是对到那边的，难不成他们主路由器在对面不成？这样吧，你带我去他这个另一头我看一下。你带我去他，对他另一头。于是我就让小哥带我去对面看一下。但是那边的话，那边放在哪里我就不清楚了，我就知道他是那边，他就只会从这边打这个那行。我看到了，他是从这边发过来的。当时我是想找到他们主机房的，但小哥说这里的设备非常多，他也不知道我要找哪个设备，所以只能带我挨个来找了。
这里我看一下，这里有个交换，但这交换机也不亮啊。嗯，这交换机你这个交换机是废弃的。我来到了第一个房间，这里只有一个不亮灯的交换机，那么这个房间就被我排除了。后面我发现他们这边的房间非常多，这样找到去没完没了了。顺着线，所以当时我只能顺着网条线路再找找看了。我看到一条白色线，等一下，我顺着线，我看它能不能找到。我发现有一条白色的线，我靠，这里还有个交换机哦，还好我不修监控，修监控真的是那血压高哦。我看到这白色线是到哪的？这里网线大机，但是我看到有一条白色线，喂，不见了。我知道你断网的原因，但是我要找一下。喂，这白色线进去了。这里是你们的地方吗？我好不容易顺着网线知道它是通向这个房间的，但小哥却和我说这个房间是别的公司的。后面我才知道，原来这一排有好几家公司。当时我就怀疑我可能看错了网线。正当我准备重新找线的时候，小哥又带我去了另一个房间试试，看看里面有没有我想要找的设备。这里面吗？这里面有人吗？我们找这里面应该就这了。进来了这个房间，我又看到了一个 TP 的路由器。很可惜的是，它是没有插电的。当时我找了半天，这个房间也没有我要找的设备。有个管信号啊。这个也不是，这个也是不用啊。这个都不亮，你这个也不亮，你这个都不插电。那你们是怎么上网的？看来还是得去网桥那边顺着网线才行。我再看一下那个网桥那条线，我爬上去看，我再确定一下它是通到哪里的。邪门了！当时我一路顺着白色网线的时候，小哥又给我提供了个线索。它里面还有个宽带，它里面好像有个路由器啊，什么东西在里面。哪里？在沙发旁边。再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也不是吧？是吗？开始我以为这里也不是，但是直到我看到了这模块我太熟悉了，它就是给网桥供电的。那时候我就基本确定网桥就是接到这个交换机上的，但这个交换机上这么多条线，它的网络源头又是哪一条呢？很可惜，这个小哥对这种一概不懂。当时我打算拿电脑来测的时候，没想到小哥那时候就打电话问人，这个交换机是通向哪里的？没想到他还真的给问出来了。于是小哥就带我去那边看一下。这里面吗？不过小哥问的那个地方，距离刚才那个办公室实在是太远了。我和小哥走了好长一段路才到这里。打开门的时候，我发现啥都没有，加上距离那么远，那时候我就怀疑小哥是不是问错地方了。不过好在我当时还是坚持把这个房间给看完。也没有啊。他这个门外面这个算数。等一下，哦，这里。虽说这里找到了大量的设备，但是仍旧没有我要找的那个300兆的路由器，而且这些设备还不一定是负责他们公司的，所以我又和小哥去其他房间找了。算了，应该不是。那边好像还有个箱子。还有个箱子。是哪里？也不是吧？由于其他房间也找不到那个300兆的 TP 路由器缘故，所以我只能折返回去了。那时候我只能回到这里，用电脑接上交换机，试试这里能不能找到那个 TP 路由器的踪迹。当时我查了电脑地址，果然这里也能找到那个 TP 路由器。为了验证一下，我浏览器输入了后台，确实是这个路由器了。于是我就开始了长拼找线。拼灯后，一旦我拔对了线，那么这条线就是我要找的了。当时我发现1号口没亮，所以我就选择拔2号口。
结果运气挺好的，我就拔了一条，它拼就超时了。看来这条线另头就是那300兆的路由器了。当时我看这条网线有个2的标签的时候，于是我就问了下小哥，那这有个2的标签吗？你们这边有没有房间2？应该没有，我都很少过来这边的。那行了，那我找到问题了，但是我还要找到那台设备，只能这么玩了。既然小哥不知道，那么我只能上巡线仪了。当时我就去悬疑最大的房间开始测，希望通到这里的。喂，这里有标签啊，有2。哦，还真的是这里。原来这里确实是他们的网络源头，那这台就是他们的主路由器了，但上面写的是1900兆啊。那时候我才明白过来，原来那台显示300兆的路由器是2级路由，它正在干扰整个局域网，我必须要找到它才行。于是我就用电脑接上交换机开始了长拼，通过拔线看看它2级路由器是哪条线上的。结果运气挺好的，我拔了3号线，拼就超时了，看来就是这条网线了。当时我电脑重新刷新了下 IP 地址，网络就给恢复了。然后我就和小哥一起去大厅看看网络有没有恢复。小哥，走吧，去看见那边网络恢复了没？我来到了大厅，我同样给电脑刷新了下地址，电脑网络就给恢复了过来。但是这样治标不治本，因为那个2级路由器还在，我必须要找到它才行。当时我不知道这3号线是通向哪里的，所以我只能用巡视仪挨个房间来测了。但是很多房间都处于关门的缘故，期间我更加担心这个网络是和其他公司一同使用的，这样的话我就没办法去找到这个路由器了。眼看要陷入死局的时候，这时候一个 NTC 就登场了。啊？网络还是不行啊，我这边的 WiFi 就不行的，哪里的？就这边的 WiFi 不行啊。这里的是吧？对啊 WiFi 不行是吧？对呀、那 WiFi 在哪里？我在隔壁房。那你带我去了，我看见那 WiFi。那个。既然他说有个 WiFi 无法正常使用，那么我必然要过去看看。开不了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开不了，居然换了好几把钥匙才把门给打开。是这钥匙不？我看看。哦，你这里还有办公室，开一下灯喽。你灯开不了，那个位置？哪个？在那里。没看到。这个吗？对啊。我的天，历尽千辛万苦，多亏了这个 NPC， 我才把这个路由器给找到。就是了，啊？就是我。就是这个是吧？对，我跟你讲，就这个 WiFi 把你整个网络扰乱了。是什么情况？那现在是没有了。肯定没有啊！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知道我找了多少个房间不？后面我查明了，是有人把路由器的烂口接到了交换机上，然后他把 IP 地址释放了出来，导致整个局域网都受到了他影响。所以我要把这条网线给拔了才行。我把网线给拔了，再把这路由器设置上网，从此当网络又可以正常使用了。好了，这是典型的2级路由器烂口释放 IP 地址导致断网的案例。希望本期台杂故障会对你有帮助。我的妈呀，7楼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这期是公寓断网后续，很遗憾，这期也是没有答案的，所以我偷更了。我已经把数据包发给了不下10位大佬看了，确实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很感谢这2位思科华为的工程师一直远程协助我排查原因，也感谢各位小伙伴们分享宝贵的经验，但是我仍旧没有解决到它。本期视频我会公布更多的细节。第2天我过来先不是测试他们的网络，而是先用电笔测试我的电脑，因为我昨天被我电脑给电了。当时我用电笔测了这里差不多有200伏的电，但是我今天在测的时候就没有了，可惜那个镜头没有拍下来。昨天我的电脑就像这样一直莫名其妙的会响应，直到我被电的时候我才明白过来，因为我以前用电脑接过非 PoE 交换机上也是这种情况，电脑会莫名其妙的会响应。还好当时没有烧坏我的电脑，既然现在测没有漏电的情况，
当时我就用手机连接华为路由器，看看它 WiFi 是否正常。你知道不？一楼就正常，其他的全部都不正常，真的很奇怪，非常的奇怪。我连接上它，发现它依旧正常后，我也敢保证它从头到尾都是正常的，因为它就装在包租婆的房间里面。如果它要断网1分钟，那包租婆肯定会告诉我的。既然这路由器是正常的，那么我就去楼上检查一番，看看经过了1夜，楼上的 WiFi 有没有正常过来。我看了一眼 WiFi 列表，结果不出所料，楼上的 WiFi 仍旧是没有网络的。我只好回到1楼，看看1楼交换机是否正常了。当时我网线插上交换机上，电脑还是迟迟没有显示网络进来。我又查了一下电脑 IP 地址，果然和昨天的一模一样，电脑压根就没有获取到任何的 IP 地址。但是你只要把网线接到了路由器上，电脑又马上能正常上网了， IP 地址也能正常获取到。但是只要你再接回交换机，电脑马上就没有 IP 地址了，就是这么奇怪。上期已经把交换机和跳线给换了，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但是它偏偏路由器是正常的，这就陷入了死循环中。那时候我还是觉得这些网线另头有古怪，于是我又开始了长篇拔线。当时我拔了2条，看了下拼还是没有通。接着我又拔了3条，拼还是没有正常。我把最后1条也拔了，目前交换机只剩下我电脑和路由器的网线了，你猜怎么着啊？拼还是一样的不正常，电脑也没有获取到任何 IP 地址。但是你只要把网线插回路由器上，它拼又恢复了。跳线我也换了2根，而且都是我亲自打的，所以不存在跳线有问题。现在我就给你们看一下有多离谱吧。拼目前是正常的，交换机只剩下我电脑和路由器的主线了。接着我就一条一条接上去，给你们看看拼的数据。我接上1条，然后我电脑再拔插下网线。这个要治4年的，你要等待4年是治4年了，要治4年才能下论文呀。它拼是正常的，我接上第2条，然后我电脑再拔插上网线，它拼还是正常的。此时我的电脑是自动获取的，我接上第3条，它的拼还是正常的。直到接到最后1条线，拼它一样是正常的。我不管怎么拔插电脑的网线，它反正就是正常的。大伙记得，目前是11点49分。其实他们这边还有1条网线没有插上去，那是因为交换机的口不够了，所以我才没插的。此时我看到拼它是正常的，于是我就上楼检查了一番。当时我检查了楼上的 WiFi， 它是正常的，这里我就一笔带过了。就这样，到了12点01分，网络又开始崩了。你说路由器有问题吧？我现在接上去，它是正常的。接路由器上。接路由器上正常。交换机坏了不？交换机昨天换了新的也一样。但是我一接回交换机，它又不正常了。线坏了不？线是了不？再也不通了。我查一下电脑 IP， 就会看到电脑的 IP 地址直接就没了 ，IP 直接就消失掉。就算给电脑输入一个静态 IP 地址，也是无法拼通路由器的。这个时候我只能又重新拔线了。拔了1条，第2条，第3条。
真是奇怪哦，哪怕全拔了，它也不会恢复了。恢复了。这次恢复是我想不到的，于是我又重新接了上去试试。接回去。每接几条线，我都会看电脑一眼，看看它到底正不正常。环路不像环路。大伙看吧，我全部都插完了，拼的数据一点波动都没有。当时我一直在抓包中，我又看了下补货的文件，这期间没有出现庞大的流量，根本就不存在环路这一说。现在的时间是12:07，我不知道下次网络崩会是什么时候。这时候我再打上网线，它一样是通的。当时我又上楼检查了下 WiFi， 它是可以正常使用的，这里我就一笔带过了。到了12:13，我回到1楼给电脑增加了一个大拼的包，看看路由器它会不会崩掉。结果大包也拼了，一样是没有任何的超时，而且延时的时间也是很正常的。到了12:19，仅仅过了6分钟，网络又开始崩掉了。别忘了，此时此刻路由器和交换机还是连接在一起的，它的灯也是亮的。当时我是没有注意拍，总之我能确定这跳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直接插到路由器上。你看，又正常了，正常了，但是插到交换机上，插到交换机上。你还查这个？又不正常。拜。这里我又开始拔线了，但是拔到了第2条，拼它就超时了。拔第2条。第2条正常了。这条再接上去。我以为我看到曙光，但是接上去后，拼它是毫无波动的。是哦，刚刚月子这还有3万以上的发图片就直接用笔大小的嘛。接着我也把第1条线接了回去，拼也是毫无波动的。但是我看到第2条线的灯亮的明显和其他都不太一样，所以我这里就准备上学习找它试一试了。这条的灯明显亮的和其他的不一样。但是在找之前，我又做了个决定，我用个转接头延长它，接上我电脑，然后打开我自己做的脚本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在这里获取到其他路由器的 IP 地址。可惜这个软件获取了半天，愣是没有任何 IP 地址，这也排除了其他 IP 干扰的缘故，所以这里我只能找线了。当时我找这条线真是当了保底侠，我搬梯子从1楼到7楼才找到它。期间我正好也检查了各个路由器，确实没有接入多余的网线和设备。我的妈呀，7楼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这里我解释下，为什么这路由器烂口会插一条网线，因为这个走廊还有另一个路由器，他们只拉了一条线上来，所以另一个路由器要插这个路由器的烂口上。反正这条线是没有任何问题就对了。当时网络是正常的，我又看了一眼时间，12:49。到了13:09左右，它拼又超时了，我以为网络又崩了，结果包租婆来了一句：“你停电了吗？啊？是不是停电了？停电了。”哦，我说干嘛会断开？所以这里我只能中断排查了。等到了15点，电就给恢复了过来。你们猜怎么着吧？他们这里开始全部的网络就恢复了，就一直没有断过。我可是啥都没干哦，他就这么自己给好了。但是我们之前也给路由器和交换机多次重启过啊，你说这是什么原理吧？就这样，在这次罕见的大断电后，我等到了晚上，他们的网络就再也没断开过了。于是我也回去了，以为这事就结束了。
但是过了2天，我朋友就和我说，那边有一层又开始出现了断网，然后再过了2天，那边又是除了1楼，剩下的网络又全部给崩了。我不知道他们这次断电和我被电有没有关系，但是我很认同这位粉丝的说法，可能那边真的存在电压问题，也可能是那边某条线破皮存在了短路。但仔细想了想，还是哪里不对劲。反正这个误障真的就成了一个谜。